想跑门儿都没有。嚣张外国选手头戴鬼面具走入比赛现场，上台之前还声称凭自己的实力可以碾压暴揍一切外国挑战者，更是当着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夸下海口，要用30秒时间秒杀中国金刚战警。头戴鬼面具、凶神恶煞老外就是来自埃及的谢里夫·穆罕默德。正因谢里夫出生于埃及地道的武术世家，这才会让谢里夫自幼开始接触综合格斗文化。而且在谢里夫刚刚成年，就凭借自己庞大的身躯就拿到了埃及格斗大赛总冠军，这也是为什么谢里夫在上台之前如此高调看不起人的原因。不过本次奉命迎战的中国选手可不是一般人，他就是来自辽宁锦州的金刚战警樊荣。樊荣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退役特种兵，在部队退役之后的樊荣不仅开始钻研格斗领域，还拜入了格斗老将姜云龙的门下，进行更好的格斗训练研究。虽然樊荣算不上中国大级别最耀眼瞩目的那一位，但是目前的樊荣正在冉冉崛起，有着万夫不敌之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第一回合开始，红黑短裤就是中国选手樊荣，黑色短裤就是埃及选手谢里夫。虽然在刚刚进入比赛现场的时候，谢里夫气势十足，可是对比2位选手的身高臂展来看，樊荣简直就是一位庞然大物。而且樊荣凭借自己的臂展，又是完全可以轻松命中谢里夫。这也导致目前的谢里夫只敢拉开安全距离，根本不敢轻易的进入樊荣内围，遭受毒打。PES 的赛事当中呢，也有龙云的选手出赛，没错啊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我们看在赛前的话，就跟樊荣聊过，因为这场比赛他占据很明显的身高和臂长方面的优势，所以说他应该会在开始的阶段先控制2个人的距离。是，但是穆罕默德呢是因为摔跤出身，所以说他的地面技术应该是非常不错。在这场比赛之前呢，樊荣其实在国内的赛事当中已经是打拼了一切。对。那么转头望冠军赛之后呢，第一场比赛这个开场一亮相没亮好，他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遗憾。原本来到这个级别，他是奔着取得荣誉、奔金腰带来的。是啊，这场比赛有点可惜，但是呢，在那场比赛之后，他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备赛。是，看看今天他在地面和站立方面表现如何。今天不管怎么样，至少像上一场那样一个爱情的一个出现了。是。好，带进地面。现在的话，奥利维克斯也是提醒下位的谢里夫不要做一些老条的机会。是，对方的长期在用一些攻击在做反扑啊，而且今天处在这个位置。当谢里夫被樊荣压制在地面的时候，谢里夫的教练就开始着急慌乱起来，连忙指挥谢里夫朝擂台边缘进行移动身体。毕竟，只要保持在擂台边缘，裁判肯定会上前干预，否则只会被樊荣压着暴揍，难以还手。不过，不得不承认，谢里夫个子虽小，灵活程度很强，紧紧抱住樊荣，使其无法动弹，进行新一轮进攻。腹部和肋骨，先布局，没错。对方在手上的这个总有松开的时候。对，樊荣呢想先通过一些击打松懈对方的防守，这个时候的话找机会能够起身。好，看下位的这个选手穆罕默德想用这种起桥的动作起来，根本起不来。是在重量级这个93公斤级别的比赛当中，这个要想获得荣誉的其实很难啊。是侧向压制，樊荣直接放弃了一个骑乘位，进入到侧向压制，想从这个空间当中呢找机会能够出来。加沙固尽量把自己的重量压低。完全把自己的体重给利用起来。是，近距离砸击，而且在左手是空的。这样的一个位置呢，把自己重量上半身重量压在对方的身上，其实对方喘息都有点困难。对方转归防了，因为没有进骑乘，所以很容易就转归防了。是，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挂上对方的后背，做一个裸脚的机会。重新转向面对面的这个压制。对，樊荣呢再进骑乘。到目前为止，樊荣一直在上方进行压制，尽可能的消耗谢里夫体力，使其失去比赛主导权。虽然樊荣体型庞大，也不敢有一丝的放松警惕，在竞争残酷的中量级格斗比赛中，稍有不慎都可能遭遇裸脚断头台的风险。目前2位选手一直在擂台角落进行激烈缠斗，关键要看樊荣能不能找到机会锁定谢里夫的脖子。他的这个手上的扣真的是，就像力啊，和情人锁一样，这永远锁的太严实了。
情人锁啊，这个一般的情人锁这 flag 最好少立啊，挂上情人锁之后，据说这个没有好结局的概率高的。是，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个锁能够打开。哎，刚刚说完啊，哎，这个锁就解扣了，松开了。对，他这个起条的这个力气是用不上的。没错，而且樊荣现在的话，用自己的腿先控制住对方的一只手臂，哎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搭扣的可能。黄蓉抓紧时间，还有1分钟。樊荣打得很聪明啊。是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谢里夫，进入到侧向压制当中的樊荣，对方又把对方的扣给解开了，有没有机会能够做十字步呢？看怎么处理，是漂亮，不过，但是对方力量也很足啊，相当强。是，樊荣可能就在对方的胸口。这个位置要少见，这个位置蛮少见的。是，樊荣现在只要用自己的体重去压制住对手啊，还是用一条时刻。再涨，10秒钟的时间。反响却是给谢里夫一个信号啊，让他坚持下去。10秒就是我不管怎么样，先带进下一个回合。没错。啊，可能是樊荣最好的一次机会。啊，时间到了。当然，刚才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上回合樊荣一直在玩命的压制谢里夫，所以这时候的谢里夫才会对樊荣充满了各种畏惧心理。看着气势汹汹的樊荣逼近自己，谢里夫只能立刻向后撤离保护自己。想不到拥有埃及摔跤冠军身份的谢里夫会被打得如此狼狈，台下的埃及观众们也开始担心谢里夫的处境，难不成谢里夫真的会被中国选手暴走 KO 吗？是。好，闪转腾挪，再把对手抱摔到地面，接近到墙边。这位置呢？太靠近纹身边了。是啊，现在这边示意2个人以相同的身位要回到擂台中央。回到擂台中央，以一个侧向压制的把位、侧向压制的身位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 ，ready， 冲！樊荣的这个位置，那其实不如刚才啊。没错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谢里夫，其实他的左手已经是扣在了樊荣的脖子上。个人这种劲敌的相持，这种大级别的比赛就是这样的比赛。樊荣要小心啊！上一场比赛呢是被德里德尔用死角的方式降服，今天的比赛呢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任何可能做出降服的一个准备。没错，手抽出来了，对方又重新回到手上搭扣的位置。这个位置呢，在第1回合当中是多次的出现啊。是，在主场作赛，这个时候的话，樊荣看到现场很多都是来关注中国选手，来关注中国力量。当然也是有很多樊荣的。再次来到地面缠斗之后的谢里夫，貌似已经开始摆烂，双手死死抱着樊荣的脑袋，不打算松开。很明显，就是打算拖延比赛时间，进行最后1回合的对决。可是樊荣不会让谢里夫这家伙安然无恙走下擂台，连续的重拳精准命中谢里夫的脑袋。这就是谢里夫如此狂妄挑衅中国人的最终后果。这个位置，现在对方的着力点是在你这个胸前，是隔膜这个位置，上半身，而且呢靠近胸部以上，是，还是把对方的扣给解开。啊，对，现场呢，樊荣教练也在说换一个位置啊，不要一直跟对手僵在这个位置里。对对对，要小心啊。樊荣呢，其实在第1回合的后半段，尤其是最后的1分钟以内，那个次尝试非常不错。对，下位对手是。现在看，搞机会裸脚，裸脚。和上一场比赛牛康康的这个尝试是一样的啊。谢里夫呢，感觉跟他的对手艾丽凯利也是有点相像，脖子几乎很难去直接降服对手，而且对方呢也是一个有摔跤和地面经验的选手。哦，看看这个腿上的扣能不能够搭上，做一个腿3角的尝试。脱开了，不太好，脱开了。对，对方的腿3角呢，确实扣也没有能够搭死。是，回等截击，回等夹击，上场拳1分22秒的时间，结束了。破骨用重锤就那2分项，没错。樊荣呢，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
樊荣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樊荣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